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当全球的注意力聚焦在东欧地区的俄乌战争时，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俄罗斯被打回原形后，美国将战略中心加紧转移至西太平洋，而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地转变其国防政策。12月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防卫相邦田敬一、财务相铃木俊一举行会谈，要求在2023年度开始实施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将日本未来5年的防卫费总额提高到43万亿日元。作为对比2019年开始执行的日本现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5年防卫费总额为27.47万亿日元。5年时间，军费总额上涨超过 60%，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同时研发11种远程导弹。为此，日本防卫省已经向财务省提出编列5万亿日元的相关预算。那么日本这样突击增加军费预算是否会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一旦日本研制成功多款远程导弹，会对东北亚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12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4大臣会议，就修改国安战略进行最终磋商，并在自民党会议上明确了将要写入新战略的内容。内容较长，火力军就选几点主要内容来讲。首先是大幅增加防卫费的支出，在2019至2023年5年中期防卫中，日本军费总额约27万亿日元，而2023年度开始的5年间，中期防的经费预算总额将提高到43万亿日元。目前在这个问题上，防卫省和财务省还存在意见分歧。日本防卫省要求48万亿日元的额度，但财务省正在谈判中只想给35万亿日元。日本防卫省对此表示，过去30年日本国防预算一直偏低，尤其是弹药采购经费，常年徘徊在2500亿日元上下。与此同时，导弹等高技术弹药价格却随技术进步快速上涨，导致自卫队的弹药都出现严重的储备不足。随着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日本自卫队必须至少装备1000枚远程巡航导弹，才能有效防卫日本本土的安全。这意味着必须要建立大量的生产基地，使日本拥有强大的导弹生产能力。而随着弹药储备增加，增建弹药库也必不可少。日本现有弹药库40处，其中九州地区9处，鹿儿岛县只有1处。未来仅鹿儿岛县奄美大岛一地就将修建5座弹药库，因此需要大幅扩充军费。其中2023年达到 6.5 万亿日元，此后逐年增加约1万亿，直至2027年增加至 10.8 万亿。这意味着届时日本军费对 GDP 的比值将达到北约 2% 的标准，这是日本自1960年以来军费占比首次脱离 1% 水平。与之对应的是，日本在今年年末发布3份重要的国防纲领性文件，分别是国家安全保障策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从目前披露的扩军规模和机构调整等细节来看，日本军力建设即将迎来历史性转折。其次是日本已经开始与美国谈判，计划从美国引进战斧巡航导弹，该款导弹可以从海陆空3系发射，射程达到1500至2000公里，足以让日本实现跨海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3年，日本就通过非正式渠道试探过美方的出售意愿，但时任的奥巴马政府考虑到日本周边国家的反应，表示战斧不在对日可售范围之内。而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程度加剧，使得美方态度出现根本转变。此笔交易现处于美方内部调整的最终阶段，目前看来成交概率极大。而日本计划在2027年左右获得500枚战斧导弹，能够填补日本在自研导弹的过程中缺乏远程打击手段的问题。而关于自研远程导弹的计划，则是预计花费5万亿日元，同时开发10多种远程导弹，以获得完全自主的反击能力。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计划概要，今后日本将同时开发海陆空3种发射平台的远程导弹，其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目前日本的防空网络很难拦截高超音速导弹，而如果日本自卫队也装备同款导弹，就可以获得反击能力，牵制拥有该款武器的国家，从而避免日本遭受袭击。因此自2021年起，日本就提出要研发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对该款导弹的设计要求不仅要速度快，还要最大射程达到3000千米以上。而自今年以来，日本在包括超燃冲压发动机发射测试在内各项研制工作均取得了突破，这可以使日本未来的高超音速导弹速度突破5马赫，这也为后续导弹的研制开了好头。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30年左右实现高超音速导弹的部署。除了自研高超音速导弹外，日本还计划研发高速滑翔弹，
高速滑翔弹主要用于攻击大型水面舰艇和登岛部队。导弹发射初段会上升至高层大气，随后弹头部分在空气阻力较小的大气层上层分离，然后弹头在大气层内以高超音速滑翔。在 GPS 制导下，导弹在大气层内滑翔机动性超强，可利用气压变化不规则变轨，因此飞行路径难以预测。待导弹飞行至目标上空时，沿近乎垂直的轨道砸向目标，因其攻击速度非常快，故而拦截难度极高，远远大于传统导弹，并且杀伤力也较传统弹药更大，可贯穿航母甲板钻入舰体内部再引爆，被日本媒体称之为航母杀手。从2017年起，日本就开始了高速滑翔弹关键技术的研究项目，同步开展滑翔飞行器气动布局、耐热结构、材料、高性能多级脉冲火箭发动机等关键技术研究。目前日本高速滑翔弹现有2种型号，分别是1型弹和2型弹，其中1型弹采用旋程体弹头，飞行低于5马赫，射程也仅接近为数百千米。1型弹自2018年就开始研发，计划于明年量产，并在2026年列装，预计装备2个高速滑翔弹大队。而2型则采用弹体加大的成波体弹头，预期射程超过1000千米，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目前2型弹尚处于技术验证阶段，预计2025年量产，并于2030年装备部队。除此之外，日本还计划对现有的12式岸舰导弹进行改进升级，将其射程提高至1000千米。12式反舰导弹由30重工研制，采用 0.9 马赫亚音速飞行，最大射程200公里。该款导弹性能还是非常出色的，采用惯性制导加 GPS 制导加地形匹配制导加末端主动雷达制导的复合制导方式，不仅具备较高的打击精度，在飞行初段和中段还具有灵活的飞行模式，在突防过程中隐蔽性较强。另外，12式反舰导弹还具有2大特点，一是浅纵深攻击能力，导弹发射后在陆地飞行阶段，其巡航高度仅50米左右，能够利用地形掩护降低被发现和拦截的概率。2是导弹发射时射击角度较大，地形适应能力强，必要时可从山后发起攻击，提高战场适应能力。但现款的12式反舰导弹目前有2大缺陷，一是采用非隐身设计，加上飞行速度慢，导致其被拦截风险较大。2是战斗部较小，不足以对拥有坚固防御工事的陆上目标造成威胁，而改进型则针对这2方面进行升级。首先是导弹弹体外形变化巨大，现款12式反舰导弹弹体呈圆柱形，采用2组十字形弹翼，这是高压音速反舰导弹普遍采用的弹翼设计，适用于中短距离飞行，与美国的 AGM-84 型反舰导弹比较类似，而改进型则大变样。30重工导弹系统分部曾公开过该型改进型的模型，其改变了原来的气动布局，采用了弹体背部折叠后掠翼弹翼，这种布局就是巡航导弹的典型布局，可能会降低导弹的速度，但能极大的提升导弹的射程，并且要达到1500公里的射程，还需要配合新一代的涡扇发动机和高密度液体晶类燃料等才能实现。改进型的导弹的外形也进行了隐身化改进，其导弹头部为橄榄形，弹体底部呈一平面，弹体中段为6边形截面，这样的形状能够有效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增加隐身性能。2个后掠等旋长弹翼收拢在弹体背部，弹翼有一定后掠角。现款的12式反舰导弹是车载的，改进后将适应不同的发射平台，预计会研制舰载型、空射型以及潜射型，使其真正成为多用途通用性导弹，其中就包括即将建成的2艘万吨盾舰。而潜射型的改装计划也格外引人关注。从技术角度看，以12式反舰导弹为基础，发展潜射导弹并非难事。12式岸舰导弹弹径350毫米，属于中型反舰导弹。若采用潜艇搭载，可通过艇上的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进行发射，即便导弹需要进行适应性改装，也仍可满足发射条件。其次就是增加对地攻击能力。12式反舰导弹采用地形匹配制导技术，导弹从内陆发射后能贴地飞行，打击舰艇目标。同样，这些技术也适用于导弹从海上发射，打击陆上纵深目标。此番改进的目标是在反舰导弹基础上发展多平台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允许在飞行中通过卫星通信接收有关目标的信息，并更准确地攻击移动目标。不仅能打击敌方军港或港区内的战舰，还能深入敌方防区内打击高价值地面目标。然而，根据日本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的原则规定，日本3军装备的导弹射程最多不能超过200千米。
这样一来，无论是从美国进口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是日本计划研制的10余种新型导弹，其射程都远超和平宪法所规定的最低限度。而随着美式战斧导弹的购入，日本的盾舰就有了直接打击周边邻国本土的能力，这将会成为日本修宪的重大突破。其实在过去的几年，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方面早有预兆，例如和平宪法明确规定，日本自卫队人员数量不得超过10万人，并且在原则上不能拥有具备攻击性质的武器。然而时至今日，日本自卫队兵力总数早已突破25万人，并且大量进攻性武器也逐步列装自卫队，例如 F-35 战机以及正在改装为航母的数艘两栖攻击舰。同时，日本的5代机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中。日本政府这些举措很可能意味着2战后的秩序与格局会逐步被打破。毕竟日本政府已经忍了和平宪法很久了。日本作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上不仅是韩国的 2.5 倍，俄罗斯的3倍，并且仍然遥遥领先英法德等老牌强国。但日本的国际地位、话语权以及影响力却和其经济体量严重不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空有巨量的经济体，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军事力量。可以说，和平宪法是日本迈向正常化国家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日本此前一直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解开和平宪法的桎梏，但如今台海安全局势的恶化则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日本政府无论是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还是研发10余款射程超1000千米的新型导弹，目前看来都是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毕竟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遇刺前讲过，若台湾有事就等同于日本有事，一旦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日本绝不会作壁上观。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日本的这些举措将会对东北亚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